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正面临的一场人口考验——少子化时代的来临。你或许听过台湾有2300多万人这句话，但事实正在悄悄改写。2019年，台湾总人口冲上2360万的历史高峰后，随即在2020年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人口负成长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台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局面，出生的人口不再多于死亡的人口，反而是生不如死，成了新常态。短短几年内，台湾迅速从高龄社会迈向超高龄社会，每一天全台平均不到4分钟才传来一声新生儿的啼哭，但在同一时间里，却有大约每2分半就响起一次告别人生的最后呼吸。换句话说，如今几乎没有一名新生儿诞生，就有2名长者离世，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惊心动魄？更令人警醒的是，2025年台湾的新生婴儿总数预计将跌破12万人大关，对比2014年还有将近21万个新生命诞生，如今只剩下一半多一点的数字。2026年1月，全台新生儿仅8700多名，创下单月新低，而整年度内新生人口恐怕难以再次突破10万。有人形容，这就像亲眼看着未来的人口从指缝间流逝，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骤减。这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趋势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在这样的少子化时代，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：台湾真正缺少的是人口，还是升级制度的勇气与行动？换言之，我们究竟是需要更多的婴儿，还是需要彻底检讨并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，才能走出困境？为了找到答案，我们不妨先看看台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回顾过去，台湾并非一直都是少子化的社会，相反，在半个多世纪前，台湾曾经面临的是人口爆炸的压力。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户人家的变迁窥见端倪。爷爷奶奶那一代，往往兄弟姐妹有5人、7人之多，到了父母这一代，普遍缩减成2个或3个小孩。而现在我们这一代，很多家庭就只生1个，甚至干脆顶客不生。这样的代际差异，正是台湾半个多世纪人口转型的缩影。民国40年，也就是1951年，那时台湾妇女平均每人生育超过7个孩子，那是一个多子多孙被视为祝福的年代，儿孙满堂是不少家庭的日常。政府当时甚至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，宣导1个不嫌少，2个恰恰好这样的口号，鼓励家庭少生孩子，以避免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经济负担。谁能料到，短短几十年之后，生育率会像自由落体般往下掉，从每位妇女生7个降到2个，再跌破1个。民国73年，1984年，台湾总和生育率降至 2.06， 首次低于维持世代更替所需的 2.1。 进入21世纪后，生育率更是一再刷新低点。民国99年，也就是2010年，甚至跌到 0.90 的历史谷底，平均每对夫妻连1个小孩都生不到。近年来虽略有回升，但也仅在1上下徘徊，始终无法回到更替水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戏剧性的转变？台湾的年轻世代难道是忽然不想生、不愿生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少子化的成因极为复杂，其中既有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，也有个人价值观的改变。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剖析。首先是经济现实的重担。几十年前，一对新人组建家庭，或许不需要太多物质条件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就有望买房养小孩。然而如今，高房价和低薪资成了一座座大山，压在适婚适育年龄的年轻人肩上。试想，一对双薪夫妻辛苦存钱多年，可能连付头期款都困难，更别说未来20-30年背负房贷。在都会区，动辄1000万以上的新房价格让人却步，即便往郊区或家乡迁移，又担心就业机会与薪资更少，进退两难。租屋也非长久之计，带着孩子在不稳定的租约中辗转，更增添不确定感。当买房养不起成为普遍现象，年轻人自然对生儿育女感到望而却步。其次，薪资长期停滞，使得养育孩子的经济门槛水涨船高。台湾有句流行语，调侃年轻人的处境，称 22K 世代，指的是薪资卡在低水平，
物价房价却节节高升的一代人。事实上，早在20多年前，大学毕业生起薪大约2万多元，20年后的今日，许多社会新鲜人的月薪却依然停留在3万元上下，薪资几乎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明显成长。另一方面，房价和生活成本却在这期间翻了好几番，居高不下，收入停滞与开支暴增的强烈反差，使得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变得格外沉重。从奶粉尿布、幼儿托育，到将来的安亲班、补习班，再到大学学费、留学开销，每一项都可能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余裕，谁敢轻易让新生命降临？因此，许多年轻夫妻在权衡利弊后，选择先立业再成家，结果往往一拖再拖，错过了最佳生育年华。更有不少人干脆选择不婚不生，至少不用担心在经济上拖累了孩子，也让自己免于坠入养育压力的深渊。再来，繁重的工时与职场环境的不友善，也是让年轻人却步的重要原因。台湾劳工的平均工时长期居高不下，在全球名列前茅。许多职场缺乏弹性，一旦有了小孩，父母往往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左右为难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位在媒体业工作的妈妈小婷，我们就叫她小婷，下午接到托儿所电话，2岁的女儿在等人接走，然而她丈夫临时有公务走不开，小婷只好匆忙请假离开公司。当她急匆匆拦下一辆计程车赶往6公里外的幼儿园时，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主管刚才那一声不悦的叹息，仿佛因为要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她就犯了职场的大忌。对许多有相似经历的父母而言，他们感到自己像在烧蜡烛两头，既怕耽误工作，又怕亏待孩子。小婷心中苦涩地想，与其事后拿政府多给的几万元育儿津贴，不如公司能体谅多给我一点弹性工时。这恐怕也是许多职场父母的共同心声。钱固然重要，但如果没有友善的工作环境，育儿的压力依旧难以疏解。正因如此，不少年轻人索性选择了不要小孩，至少能免去在职场上因家庭责任而受歧视的困境。再看看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迁，结婚生子曾是多数人生命历程中的必经阶段，如今却逐渐成为可选可不选的个人决定。台湾的初婚年龄持续上升，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将大量时间投入事业，自我实现，30多岁才考虑成家立业。当晚婚成为普遍现象，生育计划自然往后推延，更有越来越多人干脆选择不婚，享受单身自由的生活。过去的社会舆论对此或许会投以异样眼光，但现如今，不婚族、丁克族，也就是双薪但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妻，已非罕见词汇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，部分反映了年轻世代对人生多元选择的追求，也折射出对未来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感。与其把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绑在一起，许多人宁愿选择过更轻松、可掌控的人生。这在传统观念上是难以想象的巨变。华人社会历来强调人丁兴旺的重要，老一辈常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认为不生孩子就是对家庭和祖先的亏欠。然而时代不同了，年轻世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与价值选择也不同。当生活成本和个人意识形态产生巨变，那些过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生规划，结婚生子，如今也变得不再理所当然。女性地位与角色的转变也是关键因素之一。台湾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在过去几十年间大幅提高，从民国70年代女性劳动参与不到40%，到现在超过50%的女性投入职场。现代女性有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，但与此同时，传统上育儿家务的责任依然主要落在女性身上。职场对孕产妇的隐性歧视，社会对职业妇女的高标准要求，使得许多女性在生育抉择前感到犹豫。如果生了孩子，是否意味着职涯中断，甚至从此被贴上妈妈标签而失去升迁机会？很多职业妇女目睹身边的例子后，不禁打了退堂鼓。再加上台湾社会普遍存在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期待，
养孩子不仅要养活，还要教育得出色，这额外增加了母亲们的心理压力。当一个女性发现自己既要当职场女强人，又要当全能妈妈，还得面对社会种种挑剔的眼光时，她很可能选择避开这种高难度模式，转而追求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。正如有人戏言，当女生可以活得像男生一样独立自主，谁还愿意回家当你的小女人？虽是玩笑话，却道出了许多女性不愿轻易走入婚育枷锁的心声。综合以上种种原因，如今台湾年轻世代面对生育这件人生大事时，往往顾虑重重。高房价、低薪资、涨工时，这三座大山压得人透不过气。另一方面，不婚风气和个人主义盛行，生育不再被视为人生必须。此外，男女角色转变和性别平权意识的抬头，却未得到制度上的充分配合，导致女性对生育裹足不前。当不想生的背后，其实是不敢生、无力生，实只靠道德呼吁年轻人多生几个是于事无补的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过去几年政府砸下大量预算鼓励生育，成效仍然有限。根据统计，过去8年，台湾政府在各项少子化对策上投入了逾6000亿新台币，从发放生育奖励金、育儿津贴到推行0到6岁国家一起养政策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许多地方政府也加入竞赛，提供生育礼金、托育补助，希望以经济诱因提高生育率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尽管这些措施为年轻父母减轻了一部分负担，台湾的总生育率仍旧在谷底徘徊，甚至频频探出新低。一项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，一些育儿补助预算出现了有钱没人领的情况，钱拨下去了，但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并没有变多，导致补贴执行率不到3%，这无疑是一个明确的警讯，提醒我们单靠发钱鼓励生育，其效果正快速递减。换言之，在整体环境未改善的情况下，金钱诱因很难打动那些对未来感到犹豫不决的年轻人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投入的资源并非全无成果。在幼托方面，政府扩大了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，例如增设公立托婴中心、社区公共托育家园、非营利幼儿园等。0到2岁幼儿的送托率从过去约1/3提升到了接近1/4，2到6岁幼儿的就读幼儿园比率也突破了70%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职场父母愿意将孩子送进托婴托儿机构，由专业人员协助照顾，自己则能重返工作岗位。托育负担的减轻确实在为年轻人减压。然而，正如托育政策倡议者王兆庆所坦言，很不幸的是，这并没有改善生育率。白天把孩子交给公托中心，解决了上班时间的照顾问题，但下班之后呢？工作压力与长工时并未相应减少，晚间临时托育的资源依然不足。下班回到家的双薪父母，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另一场育儿战斗。From 喂饭、洗澡一路到哄睡，一刻不得闲。白天拼职场，夜晚顾家庭。许多人形容自己仿佛永远在和时间拔河。如此一来，即使白天增加了公共托育名额，也难怪生育率没有明显起色。面对这个困境，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。最近行政院推出了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.0， 试图找到社会真正的痛点来对症下药。新的对策重心有3项，分别是强化托育支持、改善住宅问题以及营造友善职场。强化托育支持就是持续提高公共托育和学前教育的普及率，并且尝试更创新的做法。例如，有专家建议将产假期间的薪资改由政府支出，提供企业代班者津贴，减轻雇主在人力调度上的压力。也有人主张立法规定父母双方在孩子出生后同步休育婴假，让父亲也承担照顾责任，避免育儿变成母亲一人的重担。至于住宅政策，政府计划新建更多社会住宅，推行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等措施，让年轻家庭能较容易取得合适的居所，不至于因居住问题而延误生育计划。同时，在友善职场方面，政府将对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奖励与协助，
鼓励雇主打造育儿友善的工作环境。台湾多数公司是中小企业，较缺乏资源来因应员工的育儿需求，因此政府准备投入资源帮助这些企业。如此一来，即便员工请育婴假或要求弹性上下班，中小企业主也能较有能力配合，而不致影响营运。制度升级，乍听是个宏大的口号，其实体现在上述这些具体措施中。透过政策创新，我们希望将生孩子这件事从家庭的私人责任升级为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当整个社会一起协助抚育下一代，年轻父母才不会感到孤军奋战，才敢于生养。这条改革之路虽然艰难，却别无他法可走。东亚邻国的经验早已提醒了我们，若缺乏大刀阔斧的改变，少子化趋势几乎不可逆转。比如南韩这些年在鼓励生育上投入无数资源，仍旧没能阻止生育率跌破1的大关。2025年，南韩甚至创下 0.68 的超低生育率纪录。日本的人口早在2011年就开始萎缩，如今每年少掉数十万人。政府多年的对策也只能将生育率勉强维持在 1.3 左右，远远无法填补人口缺口。另一方面，日本由于种种社会文化因素，一直对引进外来移民持极为保守的态度。在内部生育率难以提升的情况下，人口持续老化与萎缩。日本的经验显示，如果闭门苦撑，不愿开放外来人口，少子化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更沉重的压力。相较之下，加拿大、澳洲，甚至邻近的新加坡，都积极透过各种签证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定居。一方面补充劳动力，另一方面也带来年轻的新移民家庭，支撑了人口结构。除了提高生育，本地人口不足时，从外部引进新的人力资源也是重要策略。加拿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个国家和台湾一样，面临低生育率与高龄化的挑战，但他们靠着大规模引进移民，成功维持了人口的正成长。联合国报告预测，到2070年，加拿大的人口将比2025年多出近900万，年龄中位数也仅约46岁。而同一时期，台湾的人口可能骤减800万，年龄中位数超过62岁。加拿大联邦政府每3年便会检讨移民政策，根据各行各业的人力需求制定引进人数，并由下而上广泛征询企业、学校和社区意见，确保移民配额符合社会发展需要。在加拿大朝野，无论左右派，几乎都认同有计划的引进移民对社会的正面意义。因此，尽管大量新移民一度造成温哥华、多伦多等都会区房价上涨、物价飙升，引发部分居民抱怨，但整体而言，各界仍支持持续开放移民，因为大家明白没有，这些新人口的加入，未来加拿大劳动力和经济将无以为继。反观台湾，长期以来对移民的态度相对保守。台湾并非没有外来移民，只是过去我们习惯将他们视作外来的劳力，而非社会的一员。许多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配偶在台湾落地生根，为家庭生儿育女，但他们融入社会的过程却充满艰辛。还有不少外籍人才怀抱对台湾的热爱与认同，希望长期在此工作生活，却因制度上的高门槛而望而却步。比如取得台湾身份需要漫长的居留时间和繁复的手续，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感到困难重重。而更令人感慨的是，即便那些最终留在台湾的新移民，往往也难以完全融入。有一位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新住民二代曾感叹，他的母亲是外籍移工，在台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可每当这位二代女孩称自己是我们台湾人时，总有人露出惊讶的神情。在许多人眼里，台湾人似乎不应包括这些新移民。如果这种认知不改变，台湾很难成为对移民有吸引力的乐土。面对严峻的人口危机，我们不得不问，我们能不能放下成见，敞开胸怀，欢迎那些认同这片土地的异乡人？他们也许正是台湾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果台湾能适度开放并友善对待移民，我们的人口结构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当然，移民并非万灵丹，它也会带来新的挑战，例如文化融合、住房及社福资源分配等问题都需要妥善规划。
但在少子化无法迅速逆转的情况下，适度引进外来人才不失为务实之举。尤其在高科技、医疗、工程等国内人才短缺的领域，引进海外专才不仅补充劳动力，还可能为台湾带来新的技术与观点，提升国家竞争力。最后，我们还需要谈谈另一种制度升级，也就是科技与社会结构的调整。既然未来可能人会变少，我们就要设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发挥更大的效能。这意味着需要加速推动产业自动化和智慧化，用机器和人工智慧来弥补人力不足。例如，推广智慧制造、服务机器人、自助服务等，让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人手减少。在照顾长者方面，可以发展长照科技，比如智能照护床、陪伴机器人、远端医疗监控，减轻人力看护的负担。日本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不少探索，许多养老院使用机器人带长辈做复健运动，或者利用感应设备监测老人的起居安全，这些都是科技协助人力的实力。同时，社会也需要调整对高龄和退休的观念。随着医疗进步，60多岁的银发族依然有相当的体力与智慧可供贡献。如果能鼓励高龄但健康的长者继续参与劳动市场，或以顾问、兼职等方式发挥经验专长，不仅能减轻年轻世代的养老压力，也能让长者活得更有价值。一些欧洲国家已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，台湾未来或许也不得不考虑跟进，延后退休，促进终身学习，让每个人都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为社会做出贡献。这也是人口减少时保持社会活力的关键。除此之外，教育与职场文化方面的变革同样重要。长久以来，台湾的升学考试压力沉重，许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，不得不投入大量心力和金钱在补习和才艺课上。如果我们能逐步改革教育评量方式，减少过度竞争，让每个孩子都能依照自己的步调成长，父母在育儿上的焦虑将大幅降低。届时，养儿育女不再意味着无止境的补习班和升学战争，年轻人也会更愿意成为父母。另一方面，职场文化也需要转型，企业应更加重视员工的家庭生活需求，例如提供育儿补助、弹性工时、远端工作等选项，营造家庭友善的工作氛围。唯有当社会大环境对育儿真正友善，年轻世代才会从不敢生转变为愿意生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少子化问题并没有单一解方，而需要一整套制度升级组合拳。提高生育率也好，欢迎移民也罢，或者运用科技提高生产力，延长个人职业寿命，这些都需要我们转变思维，大胆创新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抛弃人口问题自然会自己解决的侥幸心理。人口结构的巨变对国家影响深远，如果漠视不管，最终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试想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20-30年后台湾将会是怎样一幅光景？也许许多小学因为没孩子入学而关门。前不久媒体还报道，某些偏乡国小1年级新生只有区区1人，全校学生不足2班，不得不面临废校的命运。中学和大学也面临相同困境，少子化导致高中毕业生人数锐减。近年有些私立大专院校招不到足够的新生，不得不停止部分科系的招生，甚至研议与其他学校合并或关闭。许多大学招不到学生而不得不缩减规模，劳动力短缺导致产业外移或萎缩，年轻人的税负和压力越来越大，却仍旧无法支撑庞大的养老和医疗开支。国防方面，适龄服役人口的锐减将使兵员供给出现严重问题。近年政府已不得不将义务役服役期延长至1年，其中一个原因正是预见未来可征兵人数的不足。如果有朝一日台湾年轻人口规模小到无法支撑足够的国防人力，即便拥有先进武器，也会因缺乏操作维护的人才而陷入被动。那时候的台湾可能真如某些人口专家警告的，变成一个老人岛，到处可见高龄者拄杖而行，反而孩童的笑声成了稀有声音。一些人将这种无声的人口隐忧称为宁静的国难，因为它不像战争那样轰轰烈烈，却在无声无息间持续侵蚀国家的元气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
而是按照目前的人口趋势推演下去，相当现实的场景。然而，未来并非注定的悲剧，只要我们现在开始行动，仍有机会为台湾开创另一种前景。未来的图景或许是这样：虽然总人口没有大幅成长，但每个出生的孩子都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教育，父母在养育下一代时，背后有政府和社会做坚强后盾，不必独自苦撑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愿意来到这里，和我们一起铸造更繁荣的社会。企业透过自动化和创新，依然保持竞争力，即使劳动人口较少，也能创造丰厚的价值。社区里，银发族和年轻人协力合作，弥补彼此的不足，代际之间不再是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互相支撑的伙伴关系。这样的台湾或许在表面上人变少了，但实质上每个人都更幸福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人口老化和减少本身也能催生新的发展契机。面对庞大的银发族群需求，台湾可以成为高龄科技与服务的创新基地，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，进军银发经济市场。与此同时，劳动力的短缺将倒逼产业升级，企业更积极地投入自动化、人工智慧等领域，提高生产力。长远来看，这些转型不仅是因应人力不足的权宜之计，还可能让台湾在下一波科技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。至于国防方面，虽然人口减少带来挑战，但透过发展无人机、人工智慧、国防系统等科技，也可以部分弥补人力不足，维持必要的防卫力量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善加利用制度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组合拳，台湾依然能够在少子化时代维持国家的活力与安全。要实现以上的愿景，需要我们拿出魄力和智慧。台湾人从不缺乏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韧性，从战后百废待举到经济起飞，成为亚洲四小龙，我们的前辈已经演绎过一次又一次的奇迹。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来面对人口挑战，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问题的严峻，也要有直面问题的决心。少子化时代，台湾真正缺的也许不是人口本身，而是一场制度的升级与革新。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，勇于改变，我们就有机会将这场人口危机化为转机，让每一个想生孩子的家庭都无后顾之忧，让每一个愿意来台湾的人都找到归属感，让每一位年长者都能老有所养，壮有所用，这样的台湾才有底气迎向未来。最后，我们不妨自问，当我们在感叹年轻人生得少时，有没有想过他们不生的真正原因？与其责怪年轻世代不愿意传宗接代，不如反思我们究竟给了他们怎样的环境。只要我们能把不敢生、不想生变回敢生、想生，那么少子化的阴霾自会渐渐消散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唯有依靠我们齐心协力去完成那期待已久的制度升级。毕竟下一代的诞生不仅需要父母的勇气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撑。我们共同努力，才能打造出一个即使在少子化时代也能欣欣向荣的未来台湾。